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播客里，我想聊一聊 ADHD。ADHD 的中文名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个名字非常的长，它在中文里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多动症。但其实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古早的名字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很容易产生负面的联想。这主要是因为比如说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师们经常会用多动症来形容那些上课不专心听课，很容易被分心的孩子们。那久而久之，多动症对很多我这一代的人来说，至少会有很负面的联想在。所以在这期播客里，我就会用 ADHD 来代替它的中文名。那之所以我想聊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最近这几年，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吧，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讨论 ADHD， 或者说自己我可能有 ADHD， 我做事总是拖延，会不会是因为 ADHD 的原因？这在不管是社交媒体还是在日常的心理健康讨论里， ADHD 的出现的频率比几年前高了很多。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的这种官方统计里也有显示说 ADHD 诊断数量有明显的增加，那成年人被诊断 ADHD 的人数增长也很快。当然，这并不排除可能是我自己对这个话题比较关心的原因，造成了我认为 ADHD 被很多人在讨论的这样一种现象。就我自己而言，虽然我并没有被诊断过，但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些 ADHD 的倾向在吧。那比较明显的有3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就是，当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很容易进入一个高度注意力集中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原来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是当我和我的男朋友一起住之后，我发现，或者说他发现，当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进入一种完全和外部世界隔绝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他和我说什么事情，我完全是听不到也没有回应的这样一个状态。说起来也有一些搞笑，但的确这可能是一种并不是那么常见的一个状态吧。那第二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发现，我很容易对一些事情失去兴趣。比如说我在我的上一份工作里需要做一些每个月的月报，也就是说这个月报是每个月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每个月我需要去重复的收集一些数据呀，做一些报告等等。那这样的事情在我做了半年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非常差，很不想工作，很不想去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到后面进入了一种甚至是有一些抑郁的状态，所以我就想找另外一份新的工作。这个新的工作最好是重复性没有那么强，每次都能够有一些新的项目做的这样一些工作吧。还好后来我找到了新的工作，也是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以项目为单位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可能每1到3个月就会换一个新的项目，于是就能够有一些新的刺激、新的挑战进来，所以我就能够坚持得更久。最后我在上一份工作，我大概工作了1年之后，就开始想找新的工作，然后大概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找到我现在的工作。所以我上一份工作只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但是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快有3年了吧，我还没有进入到那种很厌烦的地步，所以这种项目制的工作会更适合我，那种有重复的每个月需要做同样的动作的工作就会让我觉得很绝望。那第3个例子就是我很容易对一些事情上瘾，比如说我之前播客提到我玩游戏和看动漫都是，如果是我真的很喜欢的游戏和动漫的话，就很容易上瘾，然后可能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拿来要么玩游戏，要么是看这个动漫，这样的状态也不是非常的健康。但我觉得这3个例子能够让我觉得可能自己有 ADHD 的倾向，但不一定有严重到需要用药物治疗，有影响到我日常生活的状态。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开始说自己有 ADHD 或者在讨论 ADHD 这样一个现象呢？有几个原因吧。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 ADHD 的这样一个存在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接受。可能在我们小时候，可能10年前、20几年前ADHD 它的存在并没有被广泛的认知到，然后可能医学界对于 ADHD 的理解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广泛那么深刻，所以可能原来大家认为可能 ADHD 是只有小孩子甚至是只有男孩才会有的现象，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认识到 ADHD 可能在成年人里边也会有，在儿童里边女孩也会有，但是症状不一样。那现在大家对于 ADHD 的认识更加广泛之后呢，我们意识到可能我会有一点点 ADHD 的倾向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现代的一些生活习惯更容易暴露注意力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看很多社交媒体、看手机的时间非常的长，但是呢，我们的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时长会变得更短，因为我们习惯了短视频，习惯了刷不停的这样一些帖子，所以我们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 ADHD 的注意力的问题。那同时我们现代的生活里有更多的工作是需要坐在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可能一下子就4-5个小时专注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样的状态也会让 ADHD 的症状更容易显示出来，因为本身 ADHD 的一个症状就是坐不住，如果需要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话，
就很难进入那种状态，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拖延。拖延指的就是 procrastination， 对吧？当我们意识到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几个小时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对这样一个事情产生了很强的一种抗拒心理，那就很容易拖延。而拖延行为就是 ADHD 的症状之一，所以很多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自己可能有 ADHD 的倾向，又或者说其实这个人并没有 ADHD， 但是以为自己有。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大家有广泛的在讨论并且正视 ADHD 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吧。那 ADHD 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一个视频，我觉得还蛮能够有共鸣的。我也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那这个视频里提到 ADHD 的本质是因为在有 ADHD 的人的大脑里，他的一个奖励的回路和没有 ADHD 的人有些不一样。有 ADHD 的人的大脑对于奖励和刺激会更敏感，对于一些事情，尤其是新鲜的、有趣的或者是紧急的事情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可能更容易集中，或者说非常集中，出现了那种 hyperfocus 超级专注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对于没那么新鲜有趣的事情来说，那他们的大脑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没办法刺激，很难产生兴趣的状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可以被称作一种 disorder， 或者说神经多样性 neurodiversity。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 ADHD 的大脑是不正常，然后没有 ADHD 的大脑是正常的。它并没有正常和不正常之分，在我看来，它只是不同的大脑的类型，可能某一种大脑的类型更常见，有 ADHD 的更少见而已。那另一个理解 ADHD 它所代表的不一定是缺陷，而是不同的类型的这样一种理论，就是猎人和农夫的假说。假说指的就是 hypothesis， 所以我接下来要提到的猎人农夫假说，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科学上的理论，但是可以作为一个理解 ADHD 的方式。那所谓的农夫猎人假说 Hunter-Farmer Hypothesis 指的就是说，从人类进化的这样一个历史来看，我们可以把大脑分为猎人型大脑和农夫型大脑。那猎人指的就是说，在远古时代，一些人主要负责狩猎。狩猎指的就是一些猎人需要到人类居住区之外的这样一些范围去猎杀动物，然后带回这些动物的尸体给这个部落里的人吃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一个好的猎人需要有的一些特质，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需要迅速的注意到有新的事物，对吧？有新的动物出现，然后喜欢刺激，并且擅长对这种刺激，外部的突然的刺激产生反应。那这样一种好的猎人的特征和 ADHD 的一些表现就很像，包括注意力很容易被新的事物吸引，不喜欢重复的任务，但是对这种新鲜的任务的反应非常快，
并且很享受这样的紧急情况下的一些刺激感。而农夫型大脑指的是在某个时间点上，人类不再是以狩猎为生，而是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的方式，而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农夫型大脑。那农夫型大脑的特征指的就是你需要长期的稳定的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种植农作物，并且每天需要去重复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浇水，比如说施肥，并且一步一步的有既定的步骤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样的特点更容易去计划、完成计划、组织，并且稳定的推进一些事情。而我们现代社会的环境会更接近于农夫环境，会更容易让具有农夫型大脑的这样一些人更容易去施展他们擅长的事情。那包括现在在学校里边，对吧？学生需要长时间的坐在椅子后面去上课去学习，那在办公室工作的人需要长时间的坐在屏幕后面去工作，并且由于我们这种高度的分工细化，导致我们需要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需要去重复的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不断的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新的领域。所以在现代社会里，有农夫型大脑的人会更容易去适应现代的社会，而猎人型的大脑，也就是 ADHD 的大脑，会相对来说容易遇到困难。对我而言，这样一种理论或者说看待 ADHD 的方式，其实给了我一种新的角度，那就是ADHD 它不是一种缺陷，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对有 ADHD 的人也不一定需要有一种看待病人的方式去看待他们，而是集中在他们可能更容易擅长的事情上，也就是刚刚讲到的这种所谓猎人型的特征，包括超强的专注力，尤其是对于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以及他们喜欢高刺激、不断有新的信息进入的环境。那对于有 ADHD 的人来说，他们也知道，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去从事一些需要农夫型大脑的工作，而是去做一些更适合猎人型大脑的工作。那哪些工作是适合有猎人型大脑的呢？我能想到的就有，比如说艺术家，或者说创业者，或者说在乙方工作的人。乙方这个概念可能对正在学习中文的你不是很熟悉。那甲方、乙方是中文里特有的一个概念，在英文里边最接近的一个解释或者翻译就是 service provider， 乙方指的就是 service provider。 甲方、乙方这两个词汇其实是来源于合同。当你在中国去签合同的时候，需要有甲方和乙方。那甲方指的一般就是服务的接收者，而乙方一般指的就是服务的提供者。那比如说一些咨询公司呀，一些那种 agency， 一般都是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乙方。一般来说，乙方的工作相对来说都是以项目制为单位，也就是说，可能我完成了一个项目，那我可能接下来就会
进入到一个新的项目当中。那这样的工作的特点就是一个持续的时间比较短，第二个就是每次开始新的项目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新的信息、新的客户、新的项目内容进来，那也就是会更适合有 ADHD 的人，因为他们喜欢新的项目、新的内容。那为什么我说艺术家，比如说画家或者是做音乐的人也比较适合有 ADHD 的人去做呢？我个人的意见就是，一般来说艺术家他们相对来说也是按照项目制来工作的，所以比如说你画一幅画，或者说写一首歌，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截止时间点的。那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就是适合 ADHD 的人的一种工作方式。所以与其把 ADHD 看作一种病，不如把它看作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那在某种情况下 ADHD 可能是一种劣势，但是在另外一些环境当中会成为优势。所以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并不会去逃避自己有 ADHD 倾向的这样一种事实。当和别人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不会有意的去逃避谈到自己有 ADHD 倾向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倾向，当我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也会尽量考虑到自己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比如说我之所以会选择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充分意识到自己其实有 ADHD 的倾向，自己喜欢有项目制的工作等等的这样一种考虑在后面。那我可能如果未来想换工作的时候，也会把这个自己的状态，自己有 ADHD 的倾向的这样一个事实，充分的考虑到选择的范围内去。那我希望这一期播客给你一种看待 ADHD 的新的视角。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我推荐你去看我 show notes 里提到的更权威的关于 ADHD 的视频。我也很欢迎你给我发消息，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那这一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